我已经怀了东子的孩子了，不要！ 新婚当天，新娘竟和伴郎干起了苟且之事。殊不知，外面喝醉的新郎已经醒来。他循着声音走向房间，结果一开门就看到了足以让一个男人彻底疯狂的一幕。别看新郎其貌不扬，但他可不是个窝囊废。拿起桌上的剪刀，当场就把好兄弟给嘎了。当然，他也因此而入狱。5年后，东子刑满释放，做起了送花的工作。平时最容易接触到的场合就是婚礼现场。可这天，他无意间看到一个新娘，竟然和摄影师切磋了起来，这让他瞬间回想起自己当年的遭遇，心里也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晚上，那个新娘正在家里洗澡，东子就偷偷潜入了进来，趁新娘不注意，直接从后面勒晕了女人，然后把她装进一个特大号的行李箱里，带回了自己的秘密基地。从现场来看，5年的牢饭应该是白吃了，而且这也绝对不是他出狱后第一次这么干的。接着他打开了行李箱，一把将女人拽了出来，撕掉嘴上的胶带后，竟还让她向自己求饶，这还用说吗？女人早就被这恐怖的现场吓得半死，拼命的求饶，还说自己的老公很有钱，要多少都能给她。哪料东子却说，我要是图钱的话，那直接绑架你老公不就完了？然后薅着头发一把拽起女人，伸出手在她的脖子上摸来摸去。女人立马明白了什么意思，张口就说，只要你不杀我，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殊不知东子等的就是这句话，他是既不图财也不图色，只是为了杀掉那些和他妻子一样不知廉耻的女人。又过了几天，东子在布置一起婚礼场地的时候，又遇见了一个目标。哟，让我好好瞧瞧，真漂亮！早知道当初我就追你了，是吗？要不然，明天我就不是伴郎，是新郎了。新娘就和老同学说了这些话，就被东子给盯上了。婚礼当天，他提前埋伏在婚车的必经之路，等婚车出现，直接一脚油门撞了上去。等后面的婚车赶到时，新娘已经不见了踪影。紧接着，警察和新郎都赶到了现场，看着遗留在副驾驶上的手捧花，联想着近些日子发生的新娘失踪案，男人怒了。他发誓，就算掘地3尺，也要救出自己的妻子，因为他其实也是一名警察。他在现场勘察了一番后，就回到警局和同事商议对策。可同事们要处理的案件可不止这一起，按流程走下来的话，估计妻子的头七都过了。正不知所措呢，先前那个死掉的新娘的丈夫也来到了警局，他早就报过案了，一直以为妻子还活着，这次是来提供新线索的，因为他在一个2手手机店里找到了妻子的手机，应该是凶手卖给店主的。于是两人就一起来到了那家手机店，可店主纯是个250，见来了一个不卖手机也不买的家伙，态度是十分的冷淡且嚣张，非要等到被亲切友好的问候一番，才肯交代卖手机的开着一辆送花的货车。带着这条线索，他找到了婚庆公司，得知了种花庄园的地址，于是便找了过去。此时他的妻子正被绑在一个浴缸里，而那个男人也再次出现。昏暗的房间内，一个女人被五花大绑的捆在一个浴缸里。女人名叫彩云，只因她在婚礼彩排时多和伴郎说了几句话，就被一个送花的男人给绑架了。男人名叫东子，5年前在婚礼当天发现自己的妻子和伴郎玩耍在了一起，便开始痛恨那些不知廉耻的女人。一经发现，就把他们给绑回来残忍杀害。可这次抓住的彩云并不是他眼中的那种女人，她当时和伴郎之间的对话也再正常不过了，只不过是东子过于敏感，所以不管他拿着刀子怎么威胁，彩云也没有妥协，甚至面对东子的各种诱导，他宁愿死也没有选择牺牲肉体。这下东子懵逼了，他先前明明看到了彩云和伴郎的不雅动作，他坚信彩云是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，现在宁死不从，应该是自己还不够变态，没有吓到她。就在他想办法诱导彩云的时候，忽然电话响了起来，原来彩云的丈夫郑宇是一名警察，他已经根据线索找到了这里。他在大棚里四处寻找，忽然在一株花下发现了一截婚纱，他吓坏了，拼命的挖呀挖，殊不知东子已经悄悄出现在了身后。可忽然看门的瞎子也带了几个人过来，他们本是过来帮忙的，可却误把东子当成了目标。就在瞎子进行解释的时候，郑宇已经偷偷躲了起来，看着地上被挖的痕迹，东子意识到这里可能已经被发现了，但是瞎子说对方是一个人来的，不像是警察，也就没有太当回事，于是便再次回到了关彩云的房间。可彩云却不见了，他四下的寻找，最后在桌下发现了躲起来的彩云，可却不慎被彩云用剪刀捅了一刀，接着彩云就趁机跑了出去。此时郑宇也再次来到了那个大棚里，继续在那个地方挖呀挖。震惊的是，他竟真的挖出了一些尸骨。而此时彩云也躲到了这个大棚里，隔着塑料布就看到有人在挖地，他还以为是东子在埋尸，吓得不敢吱声。殊不知这是她和丈夫距离最近的一次，结果就被追来的东子给再次抓走。郑宇也听到了动静，可等他追出来时，东子刚巧开车逃走，郑宇立马开车追赶，可追了一段时间后，却看到那辆货车就停在一个路口，他下车查看，可车上却没有人，结果一转头。第二天，郑宇将在大棚里发现尸骨的事情告诉了同事们，随后警队真的在大棚里发现了大量的尸骨。
确认东子就是新娘失踪案的真凶，正式对他下了通缉令。而此时的东子提着行李箱找到了一个曾经的工友，工友一看就是憨厚老实之人，不但将房间让给了他，还贴心的送来茶水。可一旁会动的行李箱引起了他的注意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是个活生生的女人。他立马给彩云松绑，可刚要离开，东子就回来了。工友见状，立马变换了立场，说自己什么都没看见，就又把彩云给塞回了行李箱里。可东子会就这样让他走吗？男人上了一辆公交车，面对唧唧歪歪的几个大妈，他直接就啃了大妈手里的一只鸡。这下车厢内瞬间就安静了。下车后，男人提着那只鸡，一瘸一拐的来到了刚入住的农家乐，随手把那只鸡扔给了老板娘，让她给炒个辣子鸡。老板娘也是热心之人，张口就要200块的加工费。东子当时就不乐意了，不就杀个鸡吗？就像谁不会似的，直接夺过老板娘手里的菜刀，要给她演示一番。就这样，老板娘主动来到了东子的房间，东子果断当着她的面打开了自己的行李箱，看到里面竟然绑着一个女人时，老板娘知道自己摊上事儿了。看到墙上的婚纱时，立马求饶道自己下个星期也要结婚了，求东子饶他一命。此情此景，东子感觉似曾相识，瞬间就来了兴致，直接把老板娘给按到了一旁的桌子上。可这时老板娘却说出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：要不杀我，你怎么样都行。因为东子曾在结婚当天亲眼目睹妻子和伴郎玩耍，从那以后就专门猎杀那些不知检点的女人。老板娘的这句话直接激发了他的杀人欲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彩云趁机拿了老板娘的手机，给东子一茶壶后就逃了出去，一路来到了一个偏僻的马路上，并趁机给丈夫郑宇打去了电话，并告诉了他地址以及附近的这些标识。郑宇让他先躲进附近的芦苇荡里，自己也立马驾车赶去。可彩云那边刚躲进芦苇荡，东子就追了出来。看着面前比自己还高的芦苇荡，他比看视频的你还机灵，站在铁架上一通寻找，果然发现了逃跑的彩云，然后就提着菜刀追了上去，一瘸一拐的跑得还挺快，半道上还把菜刀换成了铁镐。这时郑宇也终于赶到，直接冲进了芦苇荡里，三人你追我赶，结果彩云脚下一滑摔倒了。东子见状，转头看向追来的郑宇，邪恶一笑，然后举起铁镐，当着郑宇的面一下跑死了彩云，然后拔腿就跑。郑宇看着妻子的尸体，来不及悲伤，追上瘸腿的东子就是一顿胖揍，可打来打去就是不解恨，拿起一旁的铁锹又是一顿乱拍，可他妈还是不解恨，然后找来一捆绳子，直接把东子给绑在车上，打算硬生生拖死他。可东子也是个狠人，硬生生干掉几个牙齿，把绳子给咬断了。看着逃跑的东子，郑宇仿佛想起了自己的身份，身为一个警察，应当利用法律手段来惩治凶手。于是他再次回到了妻子身旁。影片的最后，警方在一个偏僻的房子里抓住了东子，他也不再反抗，放下武器，束手就擒，为自己罪恶的一生画上了句号。